你相信人会有来生吗？来生，我会等你。15年前，惊鸿仙子于飞鸿耗费心血拍了一部颇有东方韵味的电影，可惜生不逢时，加上宣发不足，最终票房仅有200万，可谓血亏到底。票房遭遇滑铁卢，并不意味着该片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它被严重低估了。好在10多年后，网友们为此片平反，更把它称为东方爱情悲剧天花板。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，小玉随着丈夫来到一处老宅，老宅杂草丛生，可小玉却极为喜欢，仿佛她本就属于这里。听房主老伯介绍，老宅的前身是一座寺庙，50年前一对兄弟在这里火拼，将寺庙燃烧殆尽，唯独这棵千年银杏树安然无恙。几年后，老伯在寺庙原址盖起宅院，说来也怪，好几位租客在这里都住不长久，每次都落荒而逃。小玉对此不在意，反而对宅院甚是喜欢，为讨妻子欢心，丈夫当即将房子租下。丈夫秦岩是位教书先生，他平时要奔波多地外出教课，妻子小玉则在家打理庭院，空闲时便养花品茶。夫妻二人虽聚少离多，好在可以凭借书信倾诉相思之情。好友雅萍担心小玉孤独，每周都会抽空来找她喝茶。这天小玉沏好茶水，静待雅萍来访。此时的银杏树下突然出现一团黑影，小玉误认为是雅萍在故意捉弄她，于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出来吧，等你半天了。”结果走出来的却是一位年轻僧人。小玉一声惊呼，立刻从抽屉中拿出刀子防身。僧人似乎怕吓到小玉，慌忙退到黑暗中。见僧人没有恶意，小玉也放下戒备，还壮起胆子邀请僧人落座喝茶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来了，就请出来喝杯茶吧。你真的不害怕了吗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想你也不至于要害我。僧人告诉小玉，自己在等一个人，这一等就是50载。在小玉的疑惑眼神中，僧人缓缓将起50年前的一段前尘往事。僧人本叫阿明，在他年幼时，父母因为帮派纷争被仇家杀害，哥哥为了报仇，带着弟弟忍辱负重，还拉起一帮人马。等到时机成熟时，哥哥带人血洗了仇家，双方混战中，仇人的孩子被掩护着逃走。见孩子的年岁和自己的弟弟一般大，大哥动了恻隐之心，他不顾手下斩草要除根的劝阻，执意将人给放了。是大哥，为父母报仇后，大哥便带着兄弟们去山上隐居，他不想再招来仇家。年幼的阿明在大哥的宠爱下慢慢长大，还刻意请来教书先生教他读书写字，闲暇之余也会教阿明骑马射箭，但仅为了强身自救。大哥不希望阿明再次卷入江湖恩怨之中，在大哥的呵护溺爱下，阿明从不知挫折为何物，只要他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好在阿明性格单纯，从不嚣张跋扈。每年的3月初3，哥哥会带着兄弟们去山下感受那熙攘即逝的人间烟火。大哥下山的路线只有几个心腹和弟弟知道。阿明的性格和大哥相反，他不喜热闹，所以留在家中看书，等到看累了会骑马到山上打猎。此时传来一阵空灵悠远的笛声，阿明循着声音来到山顶，只见一位魔发长垂的红衣女人，她宛若仙子一般。女人察觉声响，蓦然回首，阿明直接看呆了，这一刻仿佛所有美景都不及女人的一丝一毫。阿明对阿九一见钟情，他从小在山寨学到的，喜欢就可以抢走，于是不管阿九是否愿意，直接将他抢回了山寨。到了山寨后，阿九极力反抗，甚至用绝世的办法来回击，而阿明单纯无邪，心里喜欢和担心，却不知如何表白，甚至连一句示好的话都没说。等到时间久了，阿九便不再挣扎，只是面对阿明，他不说不理，一直冷漠相待。阿九喜欢绣杜鹃花，等到绣完后会在上面绣一个9字，阿明认定这便是女人的名字。故事讲到这里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等小玉再回头时，僧人已经消失不见。雅萍进来后直呼火见鬼了，明明可以看到庭院，却始终无法靠近。小玉告诉雅萍，自己对这里的银杏树以及石桌石凳有种阔别100年的亲切感，他们在梦中曾多次出现过，梦中的自己好像在等人，只是不明白到底在等谁。到了第2天晚上，小玉再次沏好茶水，等待僧人续讲阿九的故事，而那位僧人也再次出现。你知道我会来？你还没讲完你的故事呢。阿九冷若冰霜，始终不肯说话。阿明以为他是恨自己，把他抢回来，想着时间久了，加上自己百般呵护，必定会赢得芳心。阿九不喜欢在房间待着，阿明只要一有时间，就会带他到山上看风景。可阿九始终把他当成空气，不管阿明多热情，不管他多少次把真心捧给他，他都视而不见。好在阿明不着急，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娶了这个女人。二人回去后，阿明找到大哥商量结婚的事情，看着弟弟陷入爱河，大哥的心中有疑
疑虑，毕竟女人的身份不明，很可能给山寨带来危险。他曾让兄弟们下山打听过周围百里村庄，并未有丢失妻女的人家。大哥心中的担心，并未告诉阿明，只要是弟弟喜欢的，哪怕为山寨带来危险，他也愿遂了弟弟的心愿。你确定吗？嗯。可是他的家人我还没找到。我不在乎。好啊，择日成亲。到了婚礼这天，阿明满脸欢喜，可阿九一言不发，冷得像一块寒冰，就连暗恋阿明的丫鬟小兰都看不下去了。如果你肯好好看一眼他看你时的眼神，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了。假如他肯那样看我，我愿为他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，因为只有你开心了，他才会开心。见阿九喜欢杜鹃花，阿明微博他一笑，便采来布满整个房间。等到秋天花败了，阿明叫人把织布染成红色，做成杜鹃花的样子送给阿九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面对阿明莽撞但真挚的爱，阿九的眼中多了一丝感动，还起身为阿明倒了一杯茶。就在阿明内心雀跃时，阿九对他说了第一句话：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简短的一句话让阿明如痴如醉，他的深情付出在这一刻总算有了回应。阿明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，直到无话不谈，可天不遂人愿。阿九的这句话却成了他煎熬的开端。为了讨阿九欢心，阿明为他画了一幅画，画中的阿九笑靥如花，他希望阿九以后也能常笑。可阿九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将目光移向别处。知道阿九喜欢吹笛子，阿明便找来最好的长笛，可阿九始终那副冰冷模样，他不拒绝也不多言，所有的情绪都化作那句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阿明不明白，他千方百计对他好，为什么却仍然打动不了他的心。不久后，大哥借来一匹白马，阿明牵来送给阿九，还带着他在山间驰骋。见阿九有些惊慌，阿明贴耳安慰道：别怕，有我呢。阿九，我绝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同样的话语，阿九年幼时也听过。兄妹当年被狼群追赶，哥哥也曾这样向他保证。眼看要被狼追上，哥哥看到一匹白马，便抱着阿九跳上马背。阿九在这一刻感受到久违的安宁。九儿，别怕，有我呢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眼角虽有泪滑落，心头却是暖的。无奈好景不长，阿九冷静后再次回归冷淡模样。面对阿九的漠视，阿明忍不住追问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就这么恨我？难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弥补我的过错吗？可我分明能感受到昨晚你对我的反应，你有反应，你对我不是没有感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如果你真的恨我，恨透了我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，咱们一了百了。杀了我！现在杀了我！两人争夺中，刀子掉在地上，阿九再次冷漠地说出那句：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。哀莫大于心死。阿九的话如利刃一般扎在阿明心口。心灰意冷之下，阿明来到一座寺庙，想要出家斩断情丝，就连最爱他的大哥也不要了。得知弟弟要出家，大哥在门外驻足良久，终究没说出一句埋怨的话。两人自小失去双亲，大哥长兄如父，只要弟弟想做的，他都会尽力满足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别说你当了和尚，你就是做了鬼，你也是我的弟弟，我的亲弟弟，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。就算是到了阴间，我也要确保你是过得好的。阿明出家后过得很安宁，他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去讨好一个人。不久后，阿九找过来，阿明看到后却将他拒之门外。阿明没有看到阿九的眼中也是有泪的，其实他的心早就属于阿明了，只不过因为种种之故，他无法接受阿明的爱。为了陪伴阿明，阿九没有离开，而是在山下找了一间荒废的茅草屋。他每天准时上山给阿明煮茶做饭，这次铁石心肠的换成了阿明。面对送来的饭菜，他总是视而不见，两人擦肩而过，如同陌路。尽管如此，阿九依然会按时送饭。阿明无法忍受日复一日的折磨，气愤地将茶壶打翻。看着满手鲜血的阿九，阿明冰冷的心动摇了。他立刻扯下僧袍给阿九包扎，还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。经过这件事后，阿明不再拒绝他的茶水，而阿九也会露出温柔的笑容。两人在青灯古佛前会一起下棋，还会一同收拾园中落叶。现在的他们倒更像一对恩爱夫妻。阿明本以为两人可以一直这样平淡安稳地过下去，可掺杂着阴谋的爱情注定不会长远。到了3月初3这一天，阿九却没有过来。阿明担心他出事，慌忙下
山寻找，可房间里空无一人，阿九还是离开了。这一刻阿明反而释然了，既然留不住，又何必强留挂念。时间来到下午，阿九突然闯进寺庙，并对阿明说了第二句话：你跟我走吗？就在阿明疑惑时，大哥一身鲜血被手下搀扶进来。阿明知道大哥做的是危险行当，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原来大哥下山时遇到了埋伏，可下山的路线仅几个心腹和阿明知道，那几个随行心腹是大哥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是绝不可能出卖大哥的。生命垂危之际，大哥叮嘱阿明不要为他报仇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就让仇恨恩怨就此终结吧。大哥随后请求阿九，希望他能让阿明活着出去。其实大哥早就知道阿九的身份，只是为了痴情的弟弟，他一直没有拆穿。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要让他活着出去。你答应我。看到阿九点头应允，哥哥这才放心的闭上双眼。阿明还来不及细想，门外就传来叫喊声，带头之人不仅要杀了阿明灭口，还要带妹妹九儿回家。九儿，你赶紧出来，我要把这庙烧了，一个活口也不留。阿明这才明白，他一直痴恋的阿九竟然是奸细，而他们兄弟俩只是阿九兄妹里应外合的猎物。当年大哥放走的6岁男童就是阿九的哥哥，所有人都没看到男童的怀里还抱着襁褓中的妹妹。为了报仇雪恨，兄妹二人蛰伏多年，甚至不惜用了媒人计，只因阿明是哥哥唯一的软肋。原本这个计划天衣无缝，但意外的是阿九竟然爱上了阿明。他之前一句句茶凉了，何曾不是撕心裂肺的痛？这一刻阿明彻底崩溃了。大哥长兄如父，可兄长的生命偏偏结束在他痴恋的仇人手中。阿明愤怒地将枪口指向阿九，却迟迟扣不下扳机。阿九曾苦苦哀求，希望哥哥能放过阿明，毕竟他手上从未染过半点鲜血，二人可以离开这里，去别的地方生活。可哥哥为了报仇，对阿九誓言他务必要斩草除根。如今新仇旧恨相加，已经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即便阿九最后敞开了心扉，也无法挽回这场悲剧。今生今世，我们所走的路都错了，时间不对，地点也不对。最后阿九替阿明扣下扳机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结束这一切。来生我会等你。爱情家仇重叠，两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，只能相约来生再见。得知妹妹死亡，哥哥撞开大门冲了进去，而阿明一心寻死，直接被对方一枪毙命。阿九的哥哥为了斩草除根，将寺庙所有人杀光，随后一把火将寺庙燃烧殆尽。故事讲完后，小玉询问阿明，最后等到阿九了吗？会不会阿九已经出现，是他没有认出来？阿明说，只要他来了，他肯定认得出。二人前世相爱，却无法相守，如今中的箭。而阿九早已结婚，且非常幸福。看到这一切，阿明释然了。他所追求和希望的，不就是想让阿九幸福吗？至于和谁在一起，这快乐又是谁给的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自己和阿九终归有缘无分，这一切也许是命定，不论人或鬼，都难抗天命。看到阿明的茶凉了，小玉起身想给他换一杯。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吧。听着熟悉的话，让阿明再次想起阿九临终前曾和他的约定。来生你若不认得我，我就说你的茶凉了，我再去给你续上，你便知那人是我。房内的小玉回想起刚才说的话，前世的记忆也被唤醒。原来今生的自己便是前世的阿九。门外苦等50年的僧人就是阿明。茶壶摔在地上，就像他们的爱情从未圆满过。小玉在银杏树下嘶声竭力地喊着阿明，让他再等等。其实阿九是想补上那一句迟到了2世的我爱你，可回应他的只有树叶哗哗作响，根本没有阿明的身影。人鬼殊途，50年的时间已到，阿明已经不能再做停留，他要踏入轮回大门，不然就要魂飞魄散。50年阴阳边界的等候，也只是人鬼殊途的悲歌，终是一声叹息。电影《爱有来生》是于飞鸿前新10年自己制片编剧导演的一部电影，该作品总投资4000万，每一帧画面处理的都极具美感。可惜的是票房仅收获了200万，真的是血亏到底。用于飞鸿的话说，我用了我最好的10年，做了一件最奢侈的事。10几年前这部作品的上映，如同电影中的一句台词，时间错了，地点错了。电影原定于09年7夕节
接上映，可由于宣发排片等问题，又推迟了1个月，被安排在暑期档和国庆档这中间的尴尬阶段。等到9月份上映时，这样一部好电影甚至出现了一场放映仅有6个人在观影。当年的观众并不喜欢这种具有东方韵味、关于等待的故事。另外，段奕宏当年刚刚拍完《士兵突击》，名声还不大。如果是现在，凭着俞飞鸿和段奕宏的号召力，电影票房绝不会仅有几百万。好在这部电影终于被网友们平反，虽然晚了10几年，却让更多人愿意静下心来去品一品故事里的这杯茶。丫鬟小兰和阿明，他们是同一类人，都在心中藏着大爱和深爱，希望所爱之人幸福，所以做出了牺牲和让步。真正的爱是放手和成全，而不是占有。关于爱情，我想说相逢不易，如果今世缘浅情短，那来世更是无法掌握。爱有来生不可能，爱无来生才是正解，因为你我的人生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想给他的一切，他都已经有了。其实我想要的，不就是给他幸福吗？